你有没有觉得股票市场其实是个恐怖游戏？你买入的那秒，全球市场就开始针对你。别怀疑，这不是运气问题，是你的大脑还停留在17时代，用旧石器时代的软体在跑21世纪的金融游戏。今天我们来拆解为什么你的生存本能就是你的破产根源。了解前，麻烦先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想再分享让更多人看到。第一个垂是厌恶采集者的果实与陷阱。第一幕，面对所有的入袋为安，少赚就跑。想象一下，你是1万年前的一个部落采集者，你在森林里发现一棵长满红浆果的树，这时你大脑里的原始本能会立刻尖叫：快吃，或者快摘走。在丛林里，竞争者太多了，如果你现在不摘，等一下可能会有猴子来抢，会有暴雨把果实打烂。落袋为安是生存的王道，吃到肚子里的能量才是真的，留在树上的都是虚幻。股票涨了5%，大脑就怕它跌回去，果实被抢走，于是你赶快卖掉，拿走那点微薄的利润。这就是为什么散户永远留不住大牛股。第二幕，面对亏损的搏命一吨，大赔不卖。隔天，你发现自己不小心踩进一个捕兽夹，或是掉进一个深坑，脚受伤了。如果你这时候认输，大喊大叫或乱动，附近的老虎会立刻发现你，并把你吃掉。你的本能会告诉你，别动，忍住，再等一下，说不定会有族人经过救你，或者老虎刚好没看见。止损意味着截肢或死亡。只要我还在坑里蹲着，不彻底放弃，我就还有生还的希望。股票跌了20%，就像踩进了坑。卖出止损对大脑来说等于断腿，太痛了，所以本能会让你选择装死或等待奇迹回本。结果坑越掏越深，最后被市场这只老虎活生生吃掉。他再也没有觉得我们的大脑在股市里就是个双标怪。赚钱的时候，他胆小如鼠，哎呀，赚2000块了，快跑！万一明天跌了怎么办？这叫采集本能，怕果实被猴子抢了。赔钱的时候，他勇猛如虎，赔20万没事，我死也不卖，只要我不卖，我就没输。这叫陷阱本能。你在草丛里装死，以为庄家看不见你，结果呢？你摘了一堆还没熟的小果子，小赚，却在坑里等到了世界末日，大赔。准时厌恶，却是原始大脑给现代投资人设下的最阴险的陷阱。它让你保护了最小利润，却又包了最大的风险。你的大脑进化了几万年，是为了让你活着，而不是为了让你发财。第二个，从众心理，草原上的集体奔跑。想象1万年前，你和部落的20几个同伴，正坐在茂密的非洲大草原上休息、聊天，吃着刚采来的果子，气氛非常祥和。突然，坐在最外圈、平时最警觉的那个猎人阿强，脸色一变，什么话都没说，转头就开始拼命往后方狂奔。紧接着，第二个、第三个同伴也跳起来跟着跑。这时候，你根本没看到草丛里有没有狮子，你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请问，这时候你会坐下来分析阿强跑的动能是否充足，草丛的风向是否合理？还是你会二话不说丢掉果子，跟着大家疯狂逃命？你一定会跟着跑，因为在原始丛林里，留在原地思考的人都已经被狮子吃掉了，没机会留下后代了。为什么这会让你破产？离开群体等于死亡，跟着大家跑等于活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家都在买某只股票，或是都在排队买房、买黄金时，内心会有一种极强烈的怕错过的焦虑。股市这场游戏的设计刚好相反。当草原上所有人、散户都在往一个方向跑的时候，那边通常不是安全区，而是悬崖。当你因为看到大家都在买而凑进去时，你已经是最后一个跟着跑的人了。这时，最先开始跑的那些聪明猎人、大户、法人，其实已经在悬崖边准备转身，把筹码全部倒给你们这群后来的跟风者。为什么你每次买股票都有一种加入大家庭的温暖感？因为你的基因告诉你，跟着群体走，狮子抓不到我。当你在讨论区看到满屏幕都在喊买买买，当你家巷口卖面的大姨都在教你怎么买辉达时，你的原始大脑会自动切换到集体奔跑模式。
你以为你在避险，其实你是在参加一场全球韭菜集体跳水大赛。记住，在股市里，社交安全感是你财富的最大杀手。赢家永远是那个看着大家狂奔，却能冷静观察风向，独自走向水源的人。在原始丛林，跟着大家跑能保命；在金融市场，跟着大家跑，通常是去帮忙付账单的。第三个，过度自信，开杠杆，徒手单挑猛犸象。阿强是部落里的一个普通猎人，最近他的运气好到不可思议。第一天，阿强出门顺手抓到了2只兔子。第二天，他设的陷阱居然网到了一头鹿。这时候，阿强大脑里的多巴胺疯狂分泌，他开始觉得自己不是运气好，而是掌握了自然的规律。他回到了部落，看着那些空手而归的猎人，心里想：这群菜鸟打猎这么简单，你们怎么就不懂呢？他觉得自己现在是神，只要他出手，猎物就会自动倒下。到了第4天，阿强不满足于兔子和鹿了，他决定要玩大的。他决定不带长矛，不带干粮，甚至不带同伴，独自去挑战森林里最强大的生物——猛犸象。阿强以为自己有无敌光环，结果猛犸象只是轻轻动了一下鼻子，阿强就因为没有防御，没有帮手，直接被踩扁了。为什么赚钱后加码最危险？大脑会把环境的红利、多头市场误认为是个人的实力，这种归因偏差会让我们在最危险的时候，反而觉得自己最安全。杠杆融资就是阿强不带长矛单挑猛犸象的行为。当你赚到钱时，你觉得自己是股神，于是你借钱买入，把所有的容错空间都挤掉了。正常股价波动10%只是打喷嚏，但对开了5倍杠杆的人来说，这就是致命伤。你的过度自信让你忘记了，市场随时可以把你踩死，不管你之前赢过几次。在股市里，毁灭一个人的最快方法，不是让他赔钱，而是让他先赢3把。当你连续猜中几个涨停板，当你账户的数字翻倍，你大脑里的原始人会突然穿上黄金战甲，对着镜子狂喊：“我是天选之子，我是这片森林的王。”于是你开始不满足于那点本金了，你开始融资、借钱、开杠杆。你觉得这不是风险，这叫加速提款。记住，杠杆就是你的原始本能，装上了加速器，却没装刹车。市场只需要一个轻轻回档，就能让你的战神梦直接变成长眠。赢家之所以能活下来，是因为他们永远记得自己只是一介凡人，而市场永远是那头不可捉摸的猛犸象。赢钱后的杠杆是上帝给韭菜最后的收割邀请函。结语：如何进化成为那20%的赢家？股市中有一个著名的28定律或19定律，一指长期而言，只有约20%甚至10%的人能稳定获利，而其余的人大都处于亏损或损益两平。这种现象并非运气不好，而是败在人性。大脑天生不适合交易。第一个，损失厌恶，这是散户最常犯的错，获利提早落袋，亏损死抱不放。人们在赚钱时倾向规避风险，怕赚到的跑掉，在亏损时却变得爱冒险，不它会涨回来，导致小赔大赚。第二个，从众心理，当新闻路人都在讨论某只股票好赚时，通常已是股价高点，多数人因为怕错过而追高，最后沦为帮法人接盘的韭菜。第三个，过度自信，许多新手在多头市场大多会涨的时候赚了钱，会误以为自己是天才，进而加大杠杆或频繁交易，等到市场反转时一次赔光。想在股市赚钱，你得先学会不做人。你要像机器人一样，在采集果浆时忍住不吃，让获利奔跑；在踩到陷阱时果断断腿止损；在大家奔跑时冷静观察；在想当战神时拍醒自己。这部影片如果让你觉得很痛，恭喜你，那是觉醒的开始。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曾经在哪个原始陷阱里丢掉了你的长矛。我们下期见。